男人是一名日本画家，有一个新婚不久美丽的妻子。军官对女人垂涎已久，接着将准备好的招兵通知递到男人手里。当两人看到里面的内容，都不免感到慌张。虚情假意的军官还安慰男人不要太难过。男人来到中国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拿中国人练刺刀。生性野蛮的鬼子中，竟然也能有这样一个通人性的鬼子。他看了看绑在树上的我国同胞，不忍心动手，鬼子军官便将军刀架在他的脖子上。面对死亡威胁，他也不得不向那名男子刺了过去。不过还是避开了要害。之后他所在的部队与我国军队发生一场恶战，或许他心中有那么一丝善念，老天眷顾他，就没收他的性命。身受重伤的男人想活下去，他希望能回家看到妻子，于是他换上了我军战士的军装。也正如他所愿，他在昏迷中看到一个身穿红衣的人向他走来。等他醒来时，已经躺在温暖的床上。大嫂错把他当抗日英雄给救了回来，在女人细心照料下，他终于又能够下地走路。但是他不敢开口说话，只能深深鞠躬表示感谢。他们都以为他是哑巴，女孩还热情地说带哑巴叔叔出去转转。村里人见到所谓的抗日英雄都很热情。不过有一天，大嫂的丈夫回来了。当他与男人四目相对时，他们都愣住了。原来男人曾用刺刀刺杀过大嫂的丈夫，仇人相见恨晚。其他村民得知男人原来是头鬼子，就将他绑在树上。善良的村民不光没要他性命，还有人晚上偷偷把他给放了。男人逃回军营，没想到碰到了自己昔日的好友，对方以男人是逃兵的罪名，罚他做起军中最卑微打杂的工作。男人到慰安所里送东西时，听到熟悉的歌声，他撩开帘子，却发现里面竟然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妻子。女人说自己是被骗来的，说是来到这里就能见到丈夫。然而等她到了这儿，却告诉她，她的丈夫已经战死，就让她做慰安妇为帝国效力。男人去找自己昔日的好友，希望能让他的妻子回国，而对方总是不断搪塞。等男人再过去找妻子时，他因无颜再见丈夫，已选择自杀。而次日鬼子又抓来很多百姓。男人从一个屋里听到熟悉的声音，他冲进去一看，原来是曾救过自己的大嫂。看着几个图谋不轨的禽兽，他出手相救，不料却被打晕了过去。等他醒来，他拔下一把刺刀就冲了过去。此时那些鬼子已经离开，大嫂求他杀了自己，男人不肯，大嫂还是用他手里的刺刀完成自杀。男人此时彻底疯了，挚爱的妻子和救过自己的恩人都被禽兽不如的鬼子糟蹋，他见到鬼子就杀，不管是不是什么同胞。其他鬼子也没料到平时胆小怕事的人会突然下狠手。男人大杀四方后，见到军官，在对方怒吼中清醒过来，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效忠天皇，还是应该拿日本人为敌。在矛盾中，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他这是一种逃避，他的命应该留着用来为妻子和恩人报仇，去杀光军营里所有的鬼子。自杀只会是一种懦弱的表现。